7月11日上午，陕西宝鸡的一处河道内，一只留着刺头的豪猪被困在河流中间的水泥隔断上，却始终找不到来时的路，只能迷茫地来回走动。接到消息，宝鸡消防队迅速赶往现场。这里是150，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。豪猪浑身是刺，首先消防队员拿出抄网准备抓捕，但豪猪在马上被装进收纳盒时，一个灵敏的翻身从盒子里又跑了出来，抄网也破损了。消防队员只好拿出大号收纳箱，历经16分钟，终于趁着豪猪不注意，一下扣在他头上，将他成功抓捕。消防队员联合公安局、农业局将这只迷路的豪猪带到林场中进行放生。豪猪临走时还抖动了一下身子，留下几根尖刺，好像是送给消防队员们的小礼物。豪猪是一种啮齿类的小动物，体长在60到70厘米之间。许多人在网上看到的豪猪形象不一，其实是因为豪猪共分3属11种，在我国只分布着一种——马来亚豪猪中国亚种。豪猪通常昼伏夜出，栖息在山地、密林或草地中，喜欢以植物为食。虽然豪猪个头不大，还是素食主义者，但是那满身的尖刺看起来就不是好惹的。豪猪的尖刺作为保护自己的手段，最长能达到35厘米，就像一根根短剑，而且一只豪猪身上带着足足2万枚以上的箭矢。平日里，豪猪的肌肉比较松弛，这些尖刺也伏在豪猪的身上。虽然造型奇特，但看不出有什么威胁。当威胁出现时，豪猪浑身的肌肉就会紧绷，这些刺立马就会扬起来，让豪猪看起来一下大了一圈。同时，这些棘刺还会不断抖动，发出沙沙的声响，对敌人发出警告。豪猪扬起它的刺也不是为了好看而已，如果对手仍然不死心，豪猪就会转过身去，4只短腿齐齐用力，朝着敌人冲过去。豪猪身上的尖刺十分锋利，能轻易扎进捕食者的身体，给他们造成痛苦，从而让捕食者退却。而且豪猪的刺不像刺猬那样，它的刺非常容易脱落，扎到捕食者后往往会一直留在捕食者身上。如果不及时拔掉，那么这些刺不仅会持续伤害捕食者，还会随着肌肉的运动扎得更深，导致它们无法捕猎或进食而死。豪猪身上的剑不仅能轻易地刺入敌人体内，想将它拔出来也是一项痛苦的工作。豪猪的刺上面长有细小的倒钩，这些倒钩小到几乎看不清，它们就像锯齿的刀刃，不仅减少了穿刺敌人皮肤所需的力度，还能防止刺被简单拔出。当你试图将刺拔出时，它就会牢牢勾住你的血肉，强行拔出势必会带走一小片皮肉，造成2次伤害。人类面对这种状况，还能用钳子剪断豪猪刺，给中空的刺一点空气，然后再利用钳子夹住刺根，一点点的将刺垂直拔出。而野生动物就没有那么好运气了，在非洲，即使是豪猪的天敌在捕食它们时，也难免落得满脸是刺的下场。曾经在南非伊兰湖附近，人们就曾发现一只肚子鼓鼓囊囊的非洲岩蟒死在湖边。这条蟒蛇大约4米多长，人们将它剖开后，才发现它肚子里有一只13公斤重的豪猪。豪猪的刺虽然没有划开蟒蛇的肚子，但也将蟒蛇的内脏刺穿，与这条蟒蛇同归于尽。同样有着悲惨遭遇的动物还有美国的一只斗牛犬贝拉，它在湖边玩耍时撞见了一只豪猪，脸上密密麻麻的尖刺，让人密集恐惧症都犯了。有的观众朋友可能会问熊探长，豪猪的刺这么容易脱落，那岂不是过不了多久就会把刺掉光？那时候面对危险哪还有反抗之力？事实上，豪猪的刺由角质蛋白构成，和人类的头发相似，是从毛囊里长出的，因此在脱落之后一段时间，豪猪身上就会长出新刺。这些刺上还有一层油脂分泌物，能够抑制细菌的生长，防止被刺到的动物感染。为什么豪猪还有专门分泌这样一层油脂呢？豪猪的刺既会伤人也会伤己。曾经有一个豪猪理论，讲的是豪猪们在冬天聚在一起取暖，但靠得太远起不到取暖的作用，靠得太近又会伤到彼此。这个故事意在告诉我们，保持好人与人之间的距离，也就是所谓的分寸感，免得伤人伤己。当然，这个故事显然不是真的。豪猪是一种穴居动物，如果冷了，它们自己会钻进洞里，根本不会聚在一起取暖。不过，它们确实有扎伤自己或同类的可能。有些豪猪会爬树，但它们并不灵敏，
会有摔下树的情况发生，这时候就很容易扎伤自己。而另一种情况就是为了交配，豪猪无论公母身后都带着尖刺，那它们究竟是怎么交配的呢？母豪猪生宝宝的时候不会受伤吗？豪猪是一种全年可发情配种的动物，但每年的春秋季节才是它们的交配旺季。雄性豪猪们会聚到雌性豪猪身边，为了获得交配权，它们之间会大打出手，直到决出一个胜者。作为豪猪身上最强大的武器，豪猪刺当然也被应用于这场争斗中。败者只能带着一身尖刺离场，但胜者也不是万事大吉了。他们还需要去讨雌性豪猪的欢心，利用鼻子去蹭雌性豪猪的生殖器，进一步刺激雌性，让它放松下来。如果雌性不乐意，它的肌肉紧绷，尖刺就会像面对捕食者一样竖起，雄性豪猪也只能乖乖后退。就算是豪猪自己，也不愿意顶着一圈尖刺交配。如果雌性没有绷紧肌肉，那么它的刺就会浮下来，雄性豪猪才能上前把前肢放在雌性身上进行交配。交配过程时间往往在2分钟左右，但豪猪会在短时间内多次交配，整个过程大约要1个多小时，以确保雌性豪猪能够怀孕。当然，雄性豪猪在这个过程中仍然有可能被雌性豪猪的刺扎到，它们也只能在结束后自己慢慢的拔刺了。不过豪猪的自愈能力很强，科学家做过实验，豪猪面对撕裂伤也能在2个月左右的时间内恢复如初，不留疤痕，还能正常长出毛囊，因此也不必担心豪猪会因为被自己或同类的刺伤到而造成生命危险。雌性豪猪在3到4个月的怀孕期后就会生下小豪猪，这些小豪猪从出生开始就长有毛发，不过在妈妈肚子里时还是柔软的，只有生下来接触了氧气几小时后，这些毛发才会变硬。不过豪猪也有难产的时候，如果小豪猪是倒着出来的，它们的毛发就很容易卡住产道，等到毛发变硬就容易造成难产死亡。豪猪特殊的尖刺结构也给了科学家们启示，对于豪猪刺的研究成果有助于研发医用粘合剂和改进注射针头，比如学习倒刺结构可以让皮肤牢牢紧扣在一起，防止使用化学粘合剂可能引发的过敏问题。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，欢迎点赞、评论加关注，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